听说你这3部片花了很多预算。Oh my god！第一，他花了我们大家很多时间 for sure，然后预算也当然是超爆表。然后我们这次还有第一部是我当制作人，因为我不太懂这一个行业，所以我就自己全部都自己来。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力挺我们，然后拔刀相助，像普爷建设借我们他的办公室大楼的1楼来的取景，我们就有一些很棒的一些通常看不到的 location，然后。新北市政府也借了我们他们的停机坪，也是不开放的。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花了第一部，我自己就花了2年的时间，因为我歌自己写的嘛，然后脚本自己写的。是总共我们的团员大概最后面有67位，从7个不同的国家来协助我们的。我们有44套衣服 costume， 为了这第一部设计的15个场景。才6分钟半，整个短片才4分半。你是个疯子，你是个疯子。我们是个疯子，绝对是个疯子。我们是个疯子，真的是。然后我们3个场景是从零开始盖起来的，就是做set design， 自己完全对，我们自己完全做出来的。你是个疯子。然后那个我们刚好有那个很有荣幸请到 Adam 跟 Nick Hayes， 他们是2个超级 visionary 的导演。然后他们花了1600个小时在 CGI 上面，所以我们 CGI 其实我们的 editing 和 CGI 也得了很多奖，视觉特效部分没错。然后他们在纽约有导过一个很有名的是CoverGirl 跟星际大战的全球的电视广告拍得很漂亮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因缘之下在纽约认识了，然后这次是由他们跟我们一起合作的。所以我记得你说。在拍这3部片的时候，有人质疑你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怎么都是使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这个事情？可以，当然没问题。其实我们在第一次的首映的时候，我有被一个人的问题给就是吓到了。对，他说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件事情，但是为什么确实2个主演是白人，是外国人的面孔？那。我当下的时候，因为在国外跟在台湾，当然很严肃的一个话题，就是也是跟您的演戏有关系，就是好像叫 whitewash， 这个东西我有点正确的名字中文我不太确定是什么， 就是好比说现在不是很红的要拍 Cleopatra 的中文叫埃及艳后，但埃及艳后其实在历史里面是一个有色人种的人，但是现在是 Gal Gadot 要去演。所以他是一个白色皮肤人去演一个黑色皮肤的人的角色，所以这个是好的，有些人也蛮轰动，就是应该是要有黑皮肤的人去演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个在用这个的时候，我被他问到的时候，我有点被吓到，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说，我们的主视觉的2个演员是亚洲人，但是我们团队全部都是主视觉对不起是 Caucasians 是外国面孔，但是我们内部其实都是亚洲，所以我被他的问题给。吓到了，因为很多人都说你是支持台湾的一部短片，为什么你的主视觉是用外国人？但是后来我真的是被吓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就有点慌了。但是后来我现在有时间去思考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，其实我当设计师已经当了10几年了，我们的衣服永远都是跨国的。我其实我不会看待颜色是一件事情，所以 naturally 我也不会写中文，我喜欢融合不同的元素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 exactly 冲突的音乐也是使用的演员也是。其实看到的所有东西，视觉上的东西，你都很喜欢冲突或是融合在一块的。尤其是 culture too， 所以我们的灵感永远是好比说一点印度、一点美国、一点台湾、一点历史、一点未来。所以我其实已经有融合这一堆里面了，在我们的作品里，但是没有想到主视觉的2位刚好是 Caucasians， 所以唱歌的其实是以此类推的，所以我才被他吓。但是 ，but I think 因为就只是当下我没有办法解释，我就有点觉得3条线，然后就有点很不好意思。不，我后来研究了一下，我才发现说，其实因为我们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融合的一个东西，没错，是根本就没有牵扯到所谓没有想到歧视这件事情，没有，在创作的时候根本就直觉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放什么位置。是，你一定非常了解。在做卡斯的时候 ，casting 的时候，会刚好可能那2位特别会演 ，for instance， 所以我才有被他们的演技吸引到，可能跟种族也没有关系。完全没关系。假如今天有一个是比他更会演的话，可能是个亚洲人，或者是泰国人，或者是菲律宾人，我可能也会往那个方向走，只是刚好没有遇到这个素材，这位人士巧合，对，是。关于这个片子，音乐也是自己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
我们作曲吗？还是说作曲像我跟作听到的词哇，是，但是然后也是当然，你很闲不下来。我好像停不太了哎，我觉得对，对，所以很开心能走过这2年，所以我还有半年的时间，我希望可以做更有意义、更可以贡献回去的事情。其实我真的很佩服，就是我等一下也想跟你聊一下，就是在还没有接受这么多的电影的资讯之下，我其实不太了解男演员、女演员、配角、演员的这份工作的内容。我以为是。我可能以前就比较白痴，或者是比较就是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但我觉得就是漂漂亮亮的着个妆，只要念个台词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尊重程度已经破屋顶还高了。我终于知道，就是经过这个片子吗？我是经过这些我才发现的。我不知道还有默契，还有怎么去 deliver 一个片子没有对白。但我第3部有哦。真的吗？好。连没有对白都可以让我这么的，就是有对白更夸张就是这真的是都各是不一样的功夫了。是不说话跟说话都是各下不同的功夫，真的。对，你就经过这3个片子，你就发现其实表演不是一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不是完全不是。I mean, I can't believe 我到现在才发现，Sorry。但是你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？我蛮好奇，在现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吗？我就是 casting 的时候看到真的不会演戏的人 ，too。然后才发现可能年轻经验等等的，我发现全部加在一起，这个是要磨练的，跟设计跟每个行业都一模一样。当然有些人可能生出来就是很会演戏，那当然也有，或者是声音特别好听，那个当然也有，或是特别有才华，当然也有。但是它是一个突发炼钢的东西，我原本真的不知道。对。然后你说你拍完这3部片之后，对啊，从服装从设计伸展台上面转成影像，是。你觉得在影像上可以融合，跟你可以做更多事情，对不对？空间更大，因为有太多的元素可以使用。是，我觉得现在，尤其是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，就是 crossover， 就是我也很喜欢跟不同的行业 crossover。那我觉得有一天，就是我觉得 crossover， 我现在也不断的跟新的朋友一起 crossover too。那我觉得我自己的 crossover 其实就是，我觉得我开始想说，就服装我还是热爱，我不想要放弃。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讨论，就是我好像有点转行了。当你说到转行的时候，我有点吓到，因为对我而言，你就是一个艺术家，去做各种不同的事情。是，只是在做服装设计师的时候，你是用服装来表现你想要说的话，影像就突然间用影像来表现各式各样不同的元素。对，所以当你说你转行的时候，有点适应不了。我好像真的转行，没有看一下。I think 对，所以我觉得这3部对我来讲，其实对不起，转行是一回事，但是开玩笑是说转行了，但是其实没有，还是设计师啊。然后我觉得这3部最大的鼓励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服装的 Fashion Film Festival 这个定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很陌生，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，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好，其实它对我来讲一开始也是很陌生，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然后是开始最近就是有接触到很多。你的片子让我想起了一个未来版本的短片的第5元素，所以我觉得 I was like, wow， 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 Luc Besson 是我的 idol 跟 icon。actually 写的信不是他，是他说的，请他助理写给我的。也可以啊，他没有空自己写给你啊。我跟你讲，说你的片子。